所以演唱会经济欧美早就玩烂了。那你美国旧金山市政府你是怎样？你是不行，用我的场馆，我就一定要收你很贵的场租的费用，我就一定要每张门票我要抽成，我要抽到5成，然后搞得大家不来办，你爽在哪里？你不如就是好，我们就来办个超盛大的 party 这样。你看 1.5 亿美元的经济效益耶，然后就是他市政府的收入也会很充盈啊，然后提供当地很多工作机会，这比较 OK 啊。所以演唱会经济不止明星来了，粉丝来了，它是周边的消费整体都会提升，越大咖的提升的程度越明显就这样。来，第二个是德国慕尼黑慕尼黑的 Adele 艾黛尔嘛，10场驻唱半年亮点Adele 在慕尼黑的10个晚上在那边驻场演唱，总共带来多少欧元？很夸张5.4亿欧元，5.4亿欧呢，等于新台币多少？这相当于台币快200亿了呢，这夸张呢的经济效益包含什么？住宿、交通、餐饮等等的支出，期间很多饭店提前客满，整体过夜人次创下历史新高，也为城市的那个形象加分很多都慕尼黑 Adele 就这样，所以这已经再证明了什么？演唱会经济就是就是强。高雄在地人闲聊演唱会狂潮让左营房价4年飙涨 125%， 粉丝经济如何让自产客笑着数钱？先说结论现在的演唱会8成都是外县市的粉丝来看来高雄参加，我们高雄本地的粉丝经济还不算被解放，你可以期待一下未来的发展看高雄的比重会不会往上升。还有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10年来有上万个装潢的受害者，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高雄成为粉丝经济最大赢家。这次来聊一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演唱会热潮点燃高雄经济，粉丝消费模式曝光，这几区成最大赢家。那内容是这样万事达卡跟联合信用卡处理中心在7月底联合发表了一份那个演唱会经济调查报告它是以 Blackpink、Coldplay、Ed Sheeran、Bruno Mars 那个火星哥等4场国际巨星为基础，来统计他们2023到2024年间在高雄举办演唱会期间的那个消费的表现。来，住宿的刷卡增加 48%， 餐饮成长 10%， 并且外国旅客的住宿支出大幅提升 76%。 这代表说办演唱会是怎样？是真的能够有效的拉抬当地的经济。怎么拉抬？我跟你讲你去吃喝玩乐会不会开发票？会嘛他有报税应该会开发票嘛。那个发票我们都在缴营业税 5%， 对不对？不是营所税，营业税 5%， 那个 5% 是地方税，是缴到当地市政府的也是每一个县市当地市政府重要的财源。好，那这个大家来高雄嘛然后住好一点饭店像万豪或是什么的，它就会有发票，然后就有 5% 就是到市政府，所以市政府是受益的。这个就是拉抬经济，跟他来按路边吃鸟蛋吃鸡排或是什么，那个都是消费，虽然他们没有发票可是他就可以盘活很多的小型的摊贩的生计这样那这个就是盘活这附近的经济。好，演唱会是确实有办法拉抬当地的经济，而我相信如果是高雄市政府的统计结果绝对是怎样更惊人的嘛。因为我们在一支影片高雄观光人数全台最多的那支影片已经有讲了，高雄现在平均2天办一场演唱会，所以靠演唱会带来的住宿跟餐饮的成长幅度绝对是非常惊人的。然后这份报告也有提到一种粉丝经济要重塑了高雄的经济乐趣。来，你看我的划线的地方，照顾一下 Podcast 的听众，我念一下左营区就高雄巨蛋的地点，住宿成长超过7成，三民、小港、苓雅、前镇等邻近区域同步受惠，餐饮消费集中在高铁、捷运与夜市，如小港、旗津、新兴跟楠梓等地，成长幅度明显。所以演唱会经济不是只有左营自己在嗨而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邻近的区域也受惠，这很合理啊。你一间饭店怎样很厉害，
你一间饭店你提供500个客房就已经很厉害了就已经规模非常大的，像万豪那种规模，自己一栋这么大栋，那个提供的房间数还没有到1000，可是演唱会在卖位置一次卖多少？演唱会是这样当然会有那种狂热的粉丝，那假设6日都办演，他6日都去都买票，那一般应该就是要么就去礼拜六，要么就去礼拜日的，然后一场演唱会假设卖票3500张，换句话说是7000人呢，不同的人呢，住宿就是这样那你几间饭店你装得下？对啊，这个就是演唱会经济，然后又是大量的外地人嘛，所以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个比台积电外溢还明显，你知道？反正就是假设在汉神巨蛋办演唱会，那附近一定是不够住的，就乱住，然后一直外溢，外溢到可能到凤山都有反正凤山又便宜的饭店又比较便宜，然后又还有位置，那大概就会往那里订就是这样好来，再来你要知道高雄市政府的积极作为那我们也来讲一下为什么那么多国际巨星都愿意来高雄办演唱会。除了免场地租金以外这个每次都被骂，但我会认为说这个时代在变嘛，现代的市政府你就应该这样，不收场地费，让人家来办演唱会，然后我去从周边去把它赚回来，新的商业模式其实也不行。那个欧洲美国都玩烂了那在台湾又被人家质询说浪费公帑什么有的没的，那个不管他除了免场地租金、门票免抽成以外，他还做了很多事情例如去整治旅馆的恶意抬价，观光局马上就来了，这是真的。台湾管最严的大概就是高雄观光局，反正你去看那个 Airbnb 那或是看那个 Booking.com 如果是民宿的话，它的首图一定会拉一条 banner， 然后那 banner 就写说观光字号几号，就是这样。因为以前被骂嘛，就是什么演唱会经济乱哄抬房价，然后它是真的有整治，而且整治的力道很大，这个抓到罚很重真的很重好像第一次就9万我以前听是6万但是最近跟我讲说那个罚一次是9万那马上就来，马上就罚就是这样整治这个乱象。来看我划线的地方，自2023年起，观光局累积稽查2468家次，裁罚390件本年度迄今，观光局已针对饭店、旅馆及民宿稽查151家次，目前高雄业者均符合规定。就是2023年开始罚真的毛起来罚到你怕。2025年开始那没有什么旅馆业者敢去那边恶意哄抬房价，这很好啊，对不对？你也知道每次有演唱会的时候，饭店很难订就算了，然后每个都是天价。那现在高雄市政府就来导正视听你恶意涨价没关系，你涨你的我罚我的，就这样我就罚你，罚到你不敢为止。高雄市政府是真的很凶在这种事情会被大众骂的事情上，他出手就出手了，真的很多人被罚。因为你要开民宿不是不行，它有特定的规划像盐埕区跟鼓山区的一点点地方，那边还是可以合法开民宿的。那你就不是，你就开，那你就准备被查，就这样。当然现在还是有人在偷开啦那就用 Airbnb 用 Line 或者是干嘛的，然后都躲在社区大楼里，还是有，但是他们的经营也相当小心就是怕被罚，因为那个罚真的很重。你以为开民宿很好赚这个开民宿的话，你大概也就是周六日有人而已其他时间也是空着。那你一空着，你又吞这个罚金，你没办法了那就会怎样？就会漂漂亮亮整理好的民宿房子拿出来卖就是这样。最后你要知道对当地房价的影响，我们之前已经有分析过演唱会经济对高雄整体房价的影响嘛，是整体同步向上的，因为大家都有赚到钱，收入提高了那房价也会提高我们现在把焦点放在展演场周边的房价来你看这张图，高雄世运主场馆附近4年直接暴涨 125%， 高雄巨蛋4年暴涨 40%这很厉害因为高雄巨蛋那本来就是北高雄最贵那现在还有办法再往上涨，很夸张的数字。然后世运主场馆这个要讲一下，它会这么猛是因为那边的生活机能有越来越好的趋势，捷运站然后国军左营的总医院然后开始就进行开发，不然那以前真的都是阿公阿嬷而已反正就这样每次都是爆满，然后就涨得越来越快，左营大路嘛那你问我说它已经走到完全体了吗？我跟你讲还没有，确定还没有。我们最一开始的新闻就有提到说，高雄
有高达80%的演唱会的观众都是来自外县市甚至是国外哦。那其中国内旅客的统计，新北加台北加高雄就将近一半。高雄人自己是怎样不追星怎么可能？只是消费力还没有被解放而已哦。那等亚洲新湾区成型以后，高雄的高薪白领越来越多，到时候高雄的消费力可能都会不输台北市，我是不敢讲啦，大概跟新北市齐平应该是差不多哦。到时候我相信演唱会经济周边的收益的等级还会再往上拉一个台阶，因为人民口袋有钱嘛，就这样。我们在月薪3万块的时候，一张演唱会门票2200，可能觉得很贵。可是当我们月薪收入25万的时候，那就去啊，我们去好一点的票，就会变成这样。最后我想问你你觉得高雄的演唱会经济几年之内它会达到巅峰？A 5年内， B 10年内， C 20年内对讲个题外话，就是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很冷清啊，那让你感到害怕，不太敢继续置产。我的看法是这样先说结论，现在是对高雄市低总价的中古屋而言，教科书级别的巴菲特，别人恐惧我贪婪时刻真的我没胡乱因为高雄市的重大建设跟民间投资跟工作人口都还持续的在盖在成长，都没有停。2026年开始会陆陆续续的启用或是开幕，而且像台积电的正式上班人数嘛，也都还在成长中，还没有完全发酵。以现在的自产周期要出租放生满5年来看现在真的是比去年疯狂的去年还要美的进场时间点。我认真我这种重大建设旁中古屋的流派就是这里好，赚不是最多但是稳健到爆。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嘛那我都还持续在看呢，你不用怕，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老了有房也有钱关税台币升值就不过是30年自产周期中的一朵乌云而已，安啊。北高雄、南高雄自产中古屋就找台湾房屋美术资讯店林店长处理，LINE就加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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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 go 加这个 LINE来慢慢看 po 给你的房子，都挑过都有战斗力的。反正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了，我们中古屋真的是非常的稳健安啊。台北市、新北市自产就找萧店长，LINE就加小老鼠掰台北直接看低于实价登录的房子。最后请你购买我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我会挑出能够拉抬房价的重大建设我的高雄自产作业就直接给你抄，1个月250块钱，自产高雄之前上个保险非常的便宜。你有购买会员的话，就我回答问题会详细也认真很多那通常会用到录音去好好讲，这样没有买的会员我就简答。老了有房也有钱，这个目标才是我们的追求。现在就点开资讯栏加入会员，直接开始抄作业。我是买房阿元，加入会员，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讲八卦讲八卦，我跟你分享2则查到的资料，就是演唱会经济这件事情到底有多强那有2个案例，一个是美国旧金山，一个是德国慕尼黑来，美国的旧金山叫 Golden Gate Park 音乐盛事2025年8月，旧金山的 Golden Gate Park 这叫什么黄金大门公园那请了包含很多就办了3场大型的音乐周末活动，那吸引了超过多少人？45万人。然后这样子的演唱会盛事创造了超过 1.5 亿美元的经济效益，让当地的饭店入住率冲 98%， 而且各项工作的机会工作机会新增12000个，什么保安啊、舞台啊、餐饮啊、外送啊等等，就这样所以演唱会经济欧美早就玩烂了。那你美国旧金山市政府你是怎样？你是不行，用我的场馆我就一定要收你很贵的场租的费用，我就一定要每张门票我要抽成，我要抽到5成，然后搞得大家不来办，你爽在哪里你不如就是好，我们就来办个超盛大的 party 这样。你看 1.5 亿美元的经济效益然后就是他市政府的收入也会很充盈然后提供当地很多工作机会，这比较 OK 所以演唱会经济不止明星来了粉丝来了，它是周边的消费整体都会提升，越大咖的提升的程度越明显就这样。来，第2个是德国慕尼黑慕尼黑的 Adele 艾黛尔嘛，10场驻唱
半年亮点哦。Adele 在慕尼黑的10个晚上在那边驻场演唱，总共带来多少欧元？很夸张哦，5.4亿欧元，5.4亿欧呢，等于新台币多少？这相当于台币快200亿了呢，这夸张呢的经济效益哦，包含什么住宿、交通、餐饮等等的支出，期间很多饭店哦提前客满，整体过夜人次哦创下历史新高，也为城市的那个形象加分很多啊。都慕尼黑 Adele 就这样，所以这已经再证明了什么？演唱会经济就是秋哦，就是强。那我们台湾自己要诞生一个巨星，都没有直接请外国的巨星哦来这边办演唱会的效果还强。这不是酸台湾哦，而是台湾的市场的量确实不一样。我乱讲，白冰冰现在宣布全面复出哦，白冰冰在高雄办他的演唱会很合理吧，对不对？又白冰冰又南部又高雄，那他会有多少人来？一定也会有人来的，但是他不会像到那个 Blackpink 来台湾办演唱会，那不止高雄人自己在看呢，那个还有全国的人啊，台北的啊，台中的啊，桃园的啊，通通都要下来看，然后还有海外的人也会过来看啊，所以请国外的那个大咖来做演唱会哦，这真的是个非常，我个人认为这个就是城市经营上的杠杆哦。不然我们培养出我们自己的超级巨星也很困难，那培养出来的效益也没有说场地借你用，然后他就来了哦。那他来了之后去办，然后我去收附近的那个消费的营业税，这个东西都是，反正高雄做给大家看哦。其他5都的那个县市长，我跟你保证，一定都开过会讨论过高雄的这个题目。那是不是我们也把一些我们硬要收钱，就搞得大家都不来？那是不是我们也不是不收钱，我们变相怎么样去回馈掉？因为不收钱会被骂嘛哦。然后变相回馈掉，等于不收钱，然后让大咖来我这里办活动或是干嘛，我周边的生意也会变好，我周边的生意会变好，那我们下一届就比较好选哦，因为在我的手上哦，那这些大咖都是我的政绩，对嘛？然后高雄真的很厉害，你说高雄有什么真的很专业的演唱会场地吗？哪有？那个世运主场馆是露天的呢，露天的那看天吃饭呢，你下大雨怎么办？那个刚开始就不是拿来做演唱会的然后高雄的巨蛋都被人家说好小还是能闯出这么多国际大牌。然后还有一个什么都市传说八卦这个我看高雄在讨论的就是 Lady Gaga，Lady Gaga 也有可能会来高雄办演唱会。对啊，就是要这样啊他一办还得了，万人空巷然后那个旅馆饭店吃的喝的鸟蛋然后那个全南部的鸟都生蛋都来不及，你知道通通被吃光光。就是这样啊所以演唱会经济我是支持的真的是支持的，这太好了这是非常的棒那对我们这些长期自产人来说，我们希望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城市热热闹闹反正我们自己就住这里，我们不会去外面睡觉或是干嘛，我们不会被饭店的房价贵到对我们来说，我们就是完全得益的这一方。虽然交通会打劫或什么，但没差对不对？看看之后有什么生意好做到了，演唱会经济真的很不错真的很不错。你最近在找室内装潢公司吗？我查到一个有趣的资料讲给你听，就是说民众在找室内设计公司最讨厌遇到的几个状况。来，第一个，设计师承包商收款后跑路，对吧这确实很糟糕，因为这等于是装潢蟑螂，这就要打诉讼，可是房子还是拆在那边很讨厌这样。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几千万的门市在家装潢都是老板自己买自己装的有那个财务的实力。那现场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砖挑板材的地方大门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话也兜得了底都还赔得起。第二点是施工不良日后漏水我都施工了还漏水这样，这也确实很麻烦，因为都住进去了嘛，那到时候为了要修漏水可能还影响到邻居搞得家里又要变工地。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至少豪宅案子也是敢委托他们去做。那第三点是恶意追加费用，预算严重超支，这个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发生在那种跑单帮的设计师就他是先低价报价，然后把案子接进来，然后后面再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会感觉像被绑架一样。这个我观众也反映过非常多这种情况。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就做10几年了那这个案例上跟那个施工上跟他的售后去看他的 Google 评论评价就知道了。
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哦，全部都是他们家以前施工做过的案例照片。接下来我都放完工后的照片给你看。先说结论哦，台北市、新北市地区的朋友，反正就是泸州，他们店在泸州，泸州开车30-40分钟之内可以到的地区。那家里要装修或者自产的要装修，就找这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先问问看，汉一室内装修，因为我有认识老板，那又加上很多双北的朋友在请我推荐室内设计公司，双北哦，什么老屋翻新啊、隔套啊、老公寓啊、预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我就推荐这一家汉一室内装修。汉一陈老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他给我历年来的施工照片，案场超过100场，照片超过27000多张，我都不知道怎么挑。那加这个 LINE 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传屋况的照片，初步谈一谈之后，应该就会去丈量了。室内设计是这样，就你找谁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骗、怕被敲而已嘛。那我推荐，我信任汉一陈老板。那你的房子要装潢，那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先加他们先去问一下。双北装潢就找汉一室内装修，买房阿元推荐，总是比在外面乱找还要安全一点。现在就加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HANYI 汉一。